整整3年，凭借着天书中的涅槃经，终于突破到跨将境后期了。谢危楼，你为何要灭我全家？青荒妹妹，这个问题你3年问了100遍了，你让我亲一下，我就告诉你。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杀了我，你林家30口人的仇，可就彻底成了解不开的悬案了。陛下有旨，3年刑期低满，你可以出狱了。这就出狱了？那我换身干净衣服？随便你，快滚！这鬼天气，入狱时下雪，出狱还下雪。青皇，这3年咱俩无话不谈，不是夫妻胜似夫妻，不如随我回镇西侯府，我许你一世繁华。闭嘴！此事还未结束，你最好别再落到我手里。知道你舍不得我，等我回去安顿好，定8抬大轿迎娶你，给我生180个孩子。快滚！今天本世子出狱，镇西侯府竟然连个接人的马车都没有。镇西侯府怕是容不下他了。谢危楼，哟，3年不见，暮雪生得更加水灵了。来，走近点，让我好好看看。你还是这副无赖德行。牢狱3年，没让你学到半点教训吗？我在牢里听高人说过，喜欢一个人，眼里就必须有他的腿。别看我现在邋遢，洗干净了也是个贵公子。谢危楼，你我婚约已退，你若再敢放肆，信不信我废了你？那你废我之前，能不能让我摸摸你的手？我手太冷了。无耻！暮雪，莫要与这种脏了眼的人计较。暮雪，难怪你要和我退婚，原来是勾搭上萧策了。这小白脸哪里比得上我？谢危楼，管住你的嘴，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怎么想打架？信不信明日我带人拆了你的武安侯府？就凭你现在这丧家之犬的模样。算了，萧策，没必要和这废物浪费时间。看在暮雪的面子上，今日饶你一次，再有下次，单手锤杀你。就凭你，我让你双手双脚都嫌多。镇西侯府的世子落魄至此，看来府里的天的确变了。去，哪里来的臭要饭的？这里是镇西侯府，别弄脏了台阶，快滚！不长眼的狗东西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是谁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世子爷出狱了。可惜啊，这侯府现在可不归你管，还当自己是世子呢？赶紧滚，别逼我们动手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狗奴才，主子的大门也是你能打。什么人敢在侯府撒野？我当是哪儿来的疯狗在门外狂吠，原来是大哥回来了。可惜啊，镇西侯府现在的主人是我爹，你这个坐了3年大牢的废物，也配踏进这扇门？小人得志的蠢货，二叔是不是忘了教你，见着嫡长子得下跪磕头？你找死！给我拿下他，打断他的狗腿！大胆，放开二公子！别杀我！活着也是浪费米饭，不如去死！救命啊！将军救我！谢危楼，你疯了！快放开二公子！
见过福伯。世子刚回府，风尘仆仆，实在不宜在门前见血，不如卖老奴一个薄面，此事作罢如何？枷锁境中期的气息，看来福伯这几年修为精进了不少。既然福伯开口了，这个面子我自然得给。福伯，准备热水和干净衣服。牢里待了3年，我都快馊了。老奴早已备好，世子请随我来。谢威楼，我不弄死你，我就不姓谢。还好，牢狱3年，没把本世子的绝世容颜磨灭。世子还是这般爱说笑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福伯，这3年侯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连门卫都敢对我拔刀。二叔那儿子更是猖狂的没边了。世子，在您入狱后不到1个月，老侯爷在密室闭关时，突然走火入魔，身死道消。不仅如此，没过多久，妖族在边境异动，侯爷亲自率领10万镇西军前去镇压，却在断魂谷遭遇恐怖的妖禽伏击，10万大军全军覆没，侯爷他尸骨无存啊！谢威楼，你为何要灭我全家？你爹和老爷子早就死了。祖父乃是玄象境强者，闭关怎会轻易走火入魔？我爹统兵数10载，断魂谷的地形他比谁都熟，怎会轻易遭遇埋伏，导致全军覆没？我爹绝不可能轻易战死，这当中必有蹊跷。世子慎言，老侯爷与侯爷接连出事后，朝野震动。陛下下旨，由二爷谢苍玄暂代镇西侯之位。二爷一掌权，亲信全被撤。如今这侯府全是他的眼线，谢无羞才敢对您下死手。我前脚因林家灭门案入狱，后脚祖父离奇身亡，紧接着父亲遭遇埋伏，全军覆没，二叔顺理成章夺权。这一桩桩一件件环环相扣，时间卡得太准了。好一盘大棋！灭林家是为了将我踢出局，除掉父祖是为了夺兵权。既然有人花这么大心思针对镇西侯府，那这水我必给他搅浑。世子，二爷为人阴狠，绝不会容您活着。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既然他们觉得我还是那个只知道惹是生非的纨绔草包，那我就继续陪他们演。敌明我暗，我倒要看看这侯府的水底下到底藏着什么王八。世子小心！世子脚步声是二爷手下黑甲卫的统领。二爷的人来探底了。属下听闻世子回府，二爷特命我等前来送些补品，顺便问问世子在牢里过得可还舒坦？舒坦？天牢那破地方连个暖床的丫头都没有，本世子骨头都快生锈了。你回去告诉二叔，就说我谢归楼全虚全蕊的回来了，让他赶紧送几个漂亮丫鬟过来，少拿这些破补品糊弄。世子刚刚在门外打伤了二公子，二爷想问，世子可是对如今的安排有所不满？不满？老子当然不满！谢无极那狗东西竟敢用破铜烂铁指着我，没弄死他算我大度。你给二叔带句话，
只要我每天有酒有肉有女人，这破侯府谁爱管谁管，别来烦我。属下定将世子的话原原本本带给二爷，告辞。世子好演技，不过单凭伪装，我们撑不了多久。侯爷临行前曾留下一句遗言：若有朝一日逢大变，让您去城南梅明找一位神秘的三爷。他说那是侯府翻盘的唯一破局关键。这把葬花剑便是信物。三爷，有意思。既然这间侯府换了天，那我就把这天捅透。城南梅园，浮生若梦。看来老头子口中的三爷，日子过得挺清闲。三叔，这么冷的天，也不怕冻死在院子里？臭小子没大没小，3年不见，一来就砸你三叔的场子。找三爷讨口酒喝。滚犊子！喝完赶紧走，别打扰老子睡觉。现在侯府那烂摊子，我可不想掺和。好酒，不过我今晚来除了讨酒，还想找三叔讨一门功法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要讨功法？神鬼七杀剑，踏上了武道，你想学，我自然教你。可惜你3年前就成了废骨，这神鬼七杀剑煞气极重，凭你现在的修炼，只会爆体而亡。废骨？三叔，3年未见，你这眼力见长了。这是脱缰镜，武道之路，我早就走通了。去。有点意思。斩！三叔，现在资格够了吗？好小子，藏得够深。脱缰镜后期，而且连我都看不透你的真实气息。看来你小子在天牢里遇到高人了。牢里无聊，捡了几本破书，练着练着就这样了。少打马虎眼，让我看看那把葬花剑，你拔不拔得出来？哼哼，去，陪世子好好玩玩。那就让三叔见识一下。三叔，承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这套剑法晦涩难懂，极耗心神，你能领悟多少，全凭你自己的造化。有不懂的，明日再来问我。神鬼七杀剑分为拔剑、影杀、御剑、剑仇、附魔、降劫、诛邪，果然精妙。不过有天书在，推演这剑法易如反掌。这套剑法，我当年练第一式都花了1个月。这小子就算天赋再高，今晚顶多也就摸个门路。三叔得罪。第一式拔剑。靠！真练成了！这他娘的才1个时辰！再来！第二式影杀。砍招！第三式御剑。你小子老实交代，领悟到第几式了？
也就刚好到第3世而已。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你这悟性真是个妖孽！拿着储物戒指，这把葬花剑是侯爷留给你的，配着戒指正好。三叔，老爷子和我父亲临终前可留下过什么话？老爷子走得突然，什么都没说。你父亲只留了一句话，让你好好活着。他们绝不会无缘无故暴毙，这件事绝对没表面上那么简单。自己去找答案，你单凭个人的力量查起来步履维艰。我给你谋了份天泉司的差事，有了这层虎皮，你行事会方便很多。顺便也借着天泉司的情报网，查清3年前林家灭门案的真凶。天泉司，林清皇那女人也在那儿吧？有意思。多谢三叔，改日再来找你喝酒。蛰伏3年的龙终于醒了。这京城马上要血流成河了。白雪，你们楼里的夜莺姑娘呢？本庶子入狱前，她可是花魁，我还想听她唱一曲。世子爷夜莺姑娘早就神秘消失了，现在的花魁换成了梅生姑娘。天泉司出动，看来出大命案了。世子爷，楼里的浅香姐姐半个时辰前被人谋害了。刚出天牢就来这种地方寻欢作乐，谢危楼，你的日子过得倒是滋润。青皇，咱们天天见面，果然有夫妻相啊！外边风雪大，快过来躺我怀里暖暖身子。闭嘴！再敢满嘴胡言，我拔了你的舌头！刚好困了，找个屋睡一觉。你进来做什么？这是命案现场。天泉司办案总得有人监督，万一你们搞出冤假错案，本世子可得提个醒。哼，随你，勒痕极细，并非手掐，而是被琴弦勒住。浅香擅长弹琴，但这屋里为何没有琴？林大人，那个常来找浅香的吴书生，刚才离开时正巧抱着浅香的琴。林统领，致命伤应该还是这根吃入胸口的簪子吧？他若死于簪子，被刺中时定会剧烈挣扎，周围必然有喷溅的血迹，拔出时血迹甚浅，根本没刺中心脏。他真正的死因绝对不是这个。青皇分析的头头是道，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。去把吴书生带上来。知道我接下来要问你什么吗？是我杀了浅香！你这个畜生！浅香对你那么好，你居然下此毒手！既然你认罪，杀人动机呢？我一直喜欢他，倾尽全力凑够了赎身的银子，想带他远走高飞。可他今天拒绝了我，我觉得他背弃誓言，正是中我失手累死了他。林大人确实从他身上搜到了2张500两的银票，浅香的身价刚好500两。你杀他时，可有人看到？没有。你撒谎！这桌上有5把椅子、5副用过的碗筷，就算你和浅香占了2副，剩下的3副是谁的？再看这个，浣纱楼女子腰间的丝带多系蝴蝶结，但她腰间的却是一个凌乱的死结，显然是她遇害时衣衫不整，事后有人匆忙为她系上的。你双手干干净净，没有半点血迹，而你这身破旧的衣服根本不像是能随意拿出上千两银子的人。你凑够了500两赎身钱，那多出来的500两从何而来？那500两是另外3个人给你的封口费，对吧？大人明察秋毫，我来找他，却亲眼看到他和3个有权有势的对公子哥传完了，是其中一人用琴弦勒死了他。他们发现了门外的我，用灭我全家来威胁我顶罪，还塞给我500封口费。浅香的衣服是他们穿的，簪子也是他们插的，我一个普通蝼蚁敢不认吗？林统领，这书生看来是被权贵胁迫的。那3人是谁？刑部左侍郎之子马怀，禁卫军副统领之子郭宇，还有崔家4少崔昭。林统领，案情既然大白，我们这就去抓捕这3名纨绔子弟。你这书生编故事的本事倒是不错，只可惜半真半假，破绽百出。谢危楼，你什么意思？林副统领，你是不是漏了什么关键东西？第一，5副碗筷，就算那3个公子哥占3副，浅香占1副，剩下的1副呢？总不能是那3位大少爷大发善心，提前预知你要来，特意给你留的吧？对啊，5副碗筷都有动过的痕迹，说明当时有5个人同桌共餐。
第二，你们仔细看那5个酒杯，其中2个杯口留有极收吸的纯纸印，浅香一个人能用2个酒杯喝酒，显然现场还有另外一个女。第三，这门上的纸糊，吴书生说他在门外偷看，但你们看看这纸糊的棱角，明明是从里面往外戳破的。老妈妈，那3个公子哥今晚找的哪位姑娘作陪？把她给我叫过来。大人饶命，不是我杀的，是那3个公子哥杀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把你知道的如实招来，敢有半句假话，大刑伺候。浅香姐姐卖艺不卖身是假的，她经常私下陪那些权贵。我是吴书生的同乡，见她被骗得惨，今晚才偷偷以浅香的名义约她来，想让她看清真相。结果浅香就被那3个公子哥弄死了。林统领，既然有翠禾作证，那真凶必是那3人无疑了。你也觉得此案到此为止了？想让我给你当牛做马，青黄，你总得给我点甜头尝尝吧。你找死！你们说了这么多，却忽略了最致命的一步：浅香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脖子上的勒痕不致命，胸口的金簪也不致命，那真正致命的是什么？浅香身上有一股西域奇药香美人的味道，这药本是催情之用，但一旦混合了这盆睡梦雪散发的花香，就会变成让人心跳骤停的无解奇毒，连银针都试不出来。好巧不巧，吴书生，你身上也有香美人的味道，而这盆睡梦雪是你刚才亲自抱进来的吧？现在香美人的毒性刚好散去，你们2个还不从实招来？没错，人是我和翠禾合灭杀的，香美人是我给他的，睡梦雪是翠禾放的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他骗了你的钱？他骗我的感情，骗我的血汗钱，他就是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，他该死！那3个权贵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故意在天泉寺面前留下破绽，就是想借你们天泉寺的刀去宰了那3个畜生，这叫一石二鸟。他回乡把我在青楼的事到处宣扬，活活气死了我年迈的母亲，我恨不得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将这2人带上枷锁，押回天泉寺大牢。另外，派人去把那3名权贵子弟一并抓回来，此案绝不姑息。谢威龙，你绝不是传闻中的纨绔。回答我，林家灭门案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还瞒着什么？青黄啊，天这么冷，你穿的这么单薄怎么行？不如跟我回镇西侯府，我那儿的床又大又软。这件案子绝不简单，一个穷书生怎会弄到西域奇毒香美人？这背后肯定有更大的鱼。停下，有杀气！我将近中期，去死吧！青云剑法，结束了。林统领，你是什么人？敢管我们天泉司的闲事，活得不耐烦了吗？死人不需要知道我是谁。
装神弄鬼的东西，老子今天连你一块劈了！血杀斩！神鬼七杀剑，第一式拔剑。一招秒杀脱缰境中期，这怎么可能？这等逆天霸道的剑气，这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这等凌厉无比的剑气，大夏境内何时出了这样一位绝世高手？不管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，有什么目的，我林清皇发誓，一定要查清你的底细。该回去扮演丧家之犬了。偷狗的丫鬟连倒酒都不会，这姿色倒是水灵。谢少，不如把这丫头赏给我吧。李少看上她是他的福气，不过嘛，这丫鬟是谢黄龙那废物的。谢黄龙，一个刚出天牢的丧家之犬。本少今天就是把他的丫鬟带走谢完，他又能如何？他若是肯，你乖乖给本少磕头行礼。给我行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世子，谁打的你？老子打的，一个卑贱的丫鬟，本少今天就是弄死他，你这个废物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啊！你疯了！他可是安平伯府的三少爷，这里是镇西侯府，我父亲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父亲算什么东西？就算谢苍玄那个老匹夫现在站在这里，我照斩不误。饶命！大人饶命！今日便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规矩。二房在我的地盘开宴，外人打了我的婢女，你们却装聋作哑。从统领到护卫，每人去领100军棍，谁敢不领，明早我就让他变成尸体。属下遵命。天启城最近不太平，晚上别乱跑，下去休息吧。多谢世子为奴婢出头，奴婢不疼了。香美人是长公主独有之物，却出现在浣纱楼的命案里，这背后必然牵扯着几位皇子的夺嫡之争，甚至与林家灭门案同出一源。彻底稳固在拓江境后期了。既然这水已经浑了，是时候去天泉司会会我的老朋友了。世子，昨晚您杀李元斩二少爷手臂的事，虽然天泉司来人暗中压下去了，但安平伯府和二爷那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谢苍玄若是气不过，让他亲自来找我便是。老爷子和我父亲都走了，我不介意再多送他一个。世子，您今日要出门？三叔给我谋了个天泉司补司的差事，我去镀金。毕竟想要夺回侯爷的位置，总得有点拿得出手的功绩。老板，来2个肉包子。
好嘞，客官您拿好。林统领，吴书生和翠荷一早就被大统领带走了。翠荷房间搜出500两，线索全断了。意料之中的事，浣纱楼的案子到此为止，不要再查下去。对了，统领，镇抚使大人刚才下令，说要往您麾下塞一个新人，还指名道姓必须由您亲自带。新人？天泉司什么时候成了皇亲国戚走后门的地方了？什么来头？直接赶出去！是镇西侯府的世子谢威楼。林副统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谢威楼，天泉司不养废物，更不养纨绔，你来这里添什么乱？亲皇，你这话可就伤人了。我三叔说了，让我来这里混混功绩，顺便跟你多培养培养感情。毕竟我们在天牢里相濡以沫了3年，你果然还是舍不得我。你再胡言乱语半句，我现在就斩了你！别，我可是来报道的正规捕司。今晚我请兄弟们去青楼喝酒，全场的消费本少爷买单。这混蛋昨晚在浣纱楼展现出了极强的推理能力，而且林家灭门案他始终是关键线索，把他留在眼皮子底下监视，或许能查出当年的真相。既然你这么想宋启，你就是我麾下的捕司，张龙赵虎，带他去后勤司领装备。遵命。这天启城的水，终于要被我彻底搅浑了。好戏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不过，戏得一步一步唱。看你这副病恹恹的死相，这就不行了。在牢里吃了3年白菜豆腐，营养不良。虚弱一点不是人之常情吗？我看你好得很，一出狱就直奔青楼，也不怕死在女人肚皮上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亲皇，你这就不懂了。冰封万里，寒风刺骨。我若是不去给那些衣衫单薄的姑娘们送点温暖，她们岂不是要冻死？哼，荒谬至极。亲皇，我手冷，要不你过来给我暖暖？昨晚镇西侯府死了人，是不是你干的？胡说八道！我连只老鼠都不敢踩，怎么可能杀人？别装了。此事已经被皇上亲自下旨，让天泉司强行压下，安平伯府连个屁都不敢放。这京城的水深得很，你自己悠着点。那位亲自下令，哼，我这纨绔之名早已传遍京城。皇帝老儿为何要出面保我？难道是想拿我当搅局的棋子？这是花魁命案的卷宗，自己看。字太多，看得我头疼，懒得看。我先打个盹儿。此事若是三皇子所为，未免太过明显，除非是有人在坐山观虎斗。林统领，镇抚使传来消息，曹家大公子今日在城南四顾梅园举办赏梅大会，以示会友。曹家投靠了大皇子，办个诗会也值得报备。拔得头筹者的彩头是一柄名为天瑶的绝世神兵。天瑶，我林家失踪了3年的至宝。以诗会友，看来今天有好戏看了。走吧，亲皇，我们去逛逛。昨晚浣纱楼的案子刚出，今天天瑶剑就现世了。亲皇，这摆明了是有人想拿你当刀使啊！不管是谁的算计，天瑶剑是我林家之物，更是查清灭门案的唯一线索。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必须去。你这般执着，倒让我有些好奇了。你真的是林家的人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你这股狠劲儿，倒挺像我镇西侯府的人。不如你早点嫁入侯府，做我的世子妃如何？滚！3年了，面对灭门之仇还能冷静得如此可怕，这女人不简单。哟，这不是林统领吗？
今日这赏梅大会可是雅集，你一个丧家之犬，应该没有收到邀请函吧？让开！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林家早就死绝了，你现在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，根本没资格踏入这梅园半步。你们瞎了吗？他没邀请函，绝不能放他进去。顾大小姐，林统领是天泉司的人，小人不敢拦啊。看到没？这才是身份的象征。丧家之犬就是丧家之犬，今日你休想踏入梅园一步。入这破梅园还需要邀请函？见过谢世子。我与林统领进去，需要邀请函吗？不需要，世子大驾光临是梅园的荣幸，您请，您请。一个丧家之犬，竟然跟一个灭自己家族满门的嫌疑犯混在一起，真是不知廉耻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他就是个……你竟敢打我！打了你，又如何？若是不懂怎么说人话，就把嘴闭紧点儿，否则我不介意现在就拔了你的舌头，让你这辈子都开不了口。走吧，青黄，别让这种脏东西坏了看戏的兴致。见过世子，见过林统领，世子能来，真是让寒舍蓬荜生辉呀！曹大少客气了，听说你今天弄了个大彩头，我特地来凑凑热闹。你这种不学无术的纨绔，来这里做什么？真是大煞风景。哟，这不是暮雪吗？今日打扮的这般漂亮，快过来让本世子好好疼疼。你无耻下流！敢羞辱暮雪，你找死！谢危楼现在是我天阙司的人，萧策，你想当众挑衅天阙司吗？天泉司又如何？他若敢再出言不逊，我必废了他。你可以试试。萧大哥，算了，为了这种烂泥脏了你的手，不值得。哼！诸位息怒，息怒！今日是雅集，和气生财，有请浣纱楼花魁梅生姑娘。诸位，今日赏梅大会，除了请梅生姑娘抚琴，更重要的是这件绝世彩头。此剑名为天瑶，乃是我从黑市高价所得。今日谁若能在诗会中拔得头筹，这柄神兵便归他所有。我林家至宝，竟被这群人当作玩物。今日诗会以梅花为题，半炷香为限，诸位请。这草包今天死定了，等着看他身败名裂吧。哈哈哈哈！时间到，不知哪位才俊愿意拔得头筹，率先展示佳作。那便有小女子献丑了。北风吹拂梨花白，月香迎照入楼台。梳妆看遍铜镜色，
朱颜逝去，墨梅开。好诗，借飞雪遇梨花，叹容容易老而梅香永存，意境深远。苏小姐大才。吃。暮雪啊，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写起诗来像个深闺怨妇？是不是跟我退婚之后会清了肠子，觉得自己青春被耽误了？你粗鄙不堪！苏小姐的佳作，岂容你这等废物玷污？你一个连字都认不成群的纨绔，有什么资格在此大放厥词？就是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自己做一首呀！对，你若做不出比这更好的诗，就立刻跪下给苏小姐磕头认错，然后滚出梅园。谢微冷，你平时嘴贱也就罢了，今日这般托大，该如何收场？既然你们排着队把脸凑过来让我倒，那本世子就不客气了。梅生姑娘，劳烦你替本世子执笔落墨。世子请。白玉庭前墨梅开，为谁绽放为谁衰？东风如早人如旧，一年一度一归来。第3首，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阁笔废平章。梅须逊雪3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忽然一夜清香发，散作乾坤万里春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肯定是你抄的！你个废物，怎么可能写出这种诗？山猪吃不了细糠，找不到出处就说我是抄的。我只需略微出手，尔等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。你，梅生姑娘，你来评价一下。世子大才，梅生才学浅，根本不配评价这些千古名句。世子才是今日当之无愧的诗魁。今日诗会，谢世子拔得头朝，这柄剑归世子所有。秦皇，这破铁片子送你了，走，回去睡觉。谢微楼，你站住！怎么，统领大人这是舍不得我，想跟我回侯府暖被窝？这次多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拿不回天瑶剑。光用嘴谢多没诚意。冬日渐冷，被窝冰凉，青皇这婀娜的身子若是不愿暖床，那不如给摸一下腿当谢礼。你无耻！真是个不解风情的女人。听说那谢微楼在梅园大出风头，一个纨绔抄了几首大家的诗词出去卖弄，倒也有趣。殿下，宫里传来消息，陛下似乎有意将您赐婚。你说什么？陛下觉得谢世子已洗心革面，想借此拉拢镇西侯府。本宫冰清玉洁之躯，3年前被那人看光，这等奇耻大辱，我恨不得将他挫成万千碎块。如今竟然还想让我嫁给他！殿下息怒，大皇子那边或许会周旋。皇权之争哪有那么简单？既然陛下动了这个心思，那谢辉楼就必须死。去找个死士，我要谢辉楼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属下遵命。你这造型，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
西楚猛虎关都尉铁虎。不愧是谢振国的孙子，有点眼力劲儿。那你知道你接下来马上就要变成一滩肉泥了吗？你可听过一句话？哼，什么屁话！当一个无关紧要的配角突然有了戏份，说明他离死不远了。找死！怎么可能？你不是个废物吗？碎！给我破！去死吧！既然急着投胎，成全你。一个配角也敢抢戏？天要变，突然在京城现世，背后必有推手。林清皇这女人查案倒是积极，不过凭她现在的修为，怕是会吃亏。林统领，查清楚了吗？天眼剑是从哪里流出来的？查到了，是街尾的黑龙阁，那地方深不可测，属下不敢轻易潜入。黑龙阁，好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立刻撤离，免打草惊蛇。统领务必小心。黑龙阁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龙潭虎穴。太安静了，这是一个陷阱。但为了林家30口冤魂，就算是死局，我也要闯。看来是有人故意请君入瓮。既然设了局，就别藏头露尾。有人出了大价钱买你的命，受死吧！林家的人绝不认命！给我破！临阵突破，不愧是天泉司的统领。可惜你今日注定要死在这里。我说我是路过的，你们信吗？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，把他一起宰了！既然你们急着找死，成全你们。那个在雪夜救过我的人，废物！敢在黑龙阁撒野，我撕了你！就凭你，也配叫龙？说，谁指使你们的？你到底是谁？不说是吧？那就别说了。一个都别想走！
又是他，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三番五次救我？那本被他拿走的账簿里，究竟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三叔，大雪天的，这酒喝的挺有雅兴。铁虎和黑龙阁主都是你小子杀的？三叔消息真灵通，连我端了黑龙阁都知道。天阳剑的消息查到了？账簿上说，剑是一个拿金蛇剑的神秘人放到黑市拍卖的。顺着金蛇剑查，肯定能查出是大皇子的人。哼，那你为何还来找我？因为这剑是那人从无涯阁盗出来的。你小子倒是敏锐，无涯阁是二皇子的地盘，大皇子这是想借天瑶剑引林清魂去咬二皇子，大皇子想把林清环当刀使，顺便报复浣纱楼的局。这局棋下得够脏的。林家这口黑锅你背了3年，既然你想查，那就放去干。与其盯着乌鸦，不如先找找你当年那个护卫陆源。我心里有数，这背后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闲着无聊建了个叫七叶雪的情报网，现在它是你的了。从今天起，这京城的黑夜归我管了。长公主，铁虎失败了，他被人一剑瞬杀，出手之人至少是拓将境后期。一剑瞬杀，看来这京城里还藏着不少有趣的人。黑龙阁也覆灭了，林清皇不过枷锁境巅峰，绝不可能做到。属下怀疑是大皇子派人暗中效助。大皇子想拿林清皇当刀去捅二皇子，但这水越搅越浑，本宫倒觉得三皇子也在暗处看戏。传令下去，按兵不动，看看这把刀够不够利。谢世子，这里不是你这种纨绔能撒野的地方，滚下去！哎呦，这不是当年被咱们差点打出去的世子爷吗？怎么今天又皮痒了？楼主的戒指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你敢偷楼主的信物？偷？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七叶雪的主人。立刻去查3件事：第一，查我昔日护卫陆源的下落；第二，查林家覆灭前与宫中哪些人有过往来；第三，查林家覆灭当晚无涯阁的动向。属下遵命，楼主。黑龙阁的线索断在金蛇剑上，接下来该如何是好？哎呦，这不是林副统领吗？这么巧！大半夜不回侯府，你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又去哪儿鬼混了？别提了，去七叶雪厅去，人家嫌我身子虚，把我轰出来了。活该，冻死你！别急着走啊，我在镇西侯府可是探到了天瑶剑真正的内幕，你想不想听？你知道什么？快说！这大街上风大雪大的，隔墙有耳，万一被哪路神仙听去了，我这小命可就不保了。你想怎样？嘿嘿，我记得你的府邸就在前面，借个火盆烤烤，不过分吧？跟我来。林副统领，这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可别对我图谋不轨啊！茶也喝了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天妖剑到底有什么内幕？天瑶剑
是从二皇子的无涯阁里出来的。大皇子让人盗出此剑，又故意丢进黑市，就是为了引你上钩。你可别被仇恨蒙了眼，沦为皇子博弈的刀。那3年前，林家30口人惨死，到底是不是二皇子下的手？你是不是还知道什么？哎呀，我说林副统领，大半夜的聊这些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。你看你整天板着个脸，这腿倒是挺长，让我摸摸。谢威楼，你找死！说不定我就全想起来了。行了行了，我困了。你干什么？谢威楼，你给我滚下来！真香啊，林副统领，被窝冰凉，你要不要一起来暖暖？放心，我很老实，绝对不乱动。你再胡言乱语，我砍了你！北风吹拂曼楼，红妆柴前美人愁。夫君卧榻相思解，轻裙滑落显温柔。够了！不愧是榴莲青楼的草包，念的什么淫词艳曲？你睡你的，别打扰我巩固修为。起这么早？被窝我已经暖了一夜，正热乎着呢。真不来躺躺？你最好祈祷，别落在天泉司的手里。二皇子，无涯阁，是时候去会会你们了。林统领，今日一早有人报案，出了2条人命。说，昨夜工部员外郎张载落水身亡，而工部书令使许攀也死于非命。一夜之间死了2个工部的人，报案人是谁2起案子的报案人是同一人，张载之女张云。这许攀正是他的夫君，赵虎已经带人去封锁现场了。岳父和女婿同夜惨死，绝不是巧合。带路去现场看看。亲皇，等等我也跟你们一起去。天寒地冻的，不敢劳烦世子大驾，您还是留在这儿继续睡吧。那可不行，我好歹是来天泉司镀金的，总得走走过场，出力，不然人家该在背后戳脊梁骨，说我闲话吧。你谢威楼在这天启城名声早就臭不可闻了，还在乎别人说闲话？我是怕别人说你的闲话，毕竟你以后是要入我镇西侯府的。你现在有个好名声，以后才不会被人非议。我这都是为了保护未来媳妇儿的名声啊！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先拔了你的舌头！走。见过统领。口鼻有腻液和水草杂物，肺部膨胀，尸斑呈鲜红色。报案人张云呢？大人，奴家便是张云，我夫君昨夜身亡，我今日特来找父亲，谁知父亲竟也去了。你是张府管家，昨夜这院子里可有人听到呼救声？回大人，昨夜风雪太大，什么声音都听不见，而且老爷脾气古怪，一向不许护卫靠近这片院子。小人今早来送饭，才发现老爷浮在水面上啊！赵虎，现场勘察的如何？你怎么看？统领，属下认为这就是一桩意外身亡案。这天寒地冻的，张载半夜出来，不慎滑落池塘，额头正好磕到了冰面上，冰水刺骨，他瞬间抽筋，失去反抗能力，自然发不出求救声，最后不幸一逝。赵虎啊赵虎，你这脑子里装的都是冰渣子吗？世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哪里说错了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么冷的天，正常人掉进冰水里恨不得把自己裹成粽子，他倒好，闲着没事扒自己的衣服，这根本不是意外。谢威楼，你看，其他地方一尘不染，唯独这书柜下方有一层薄灰，
灰尘上有3个脚印，2个是张在的鞋印，另一个是个完全陌生的杂乱脚印。他故意留下这层灰，是为了防人。暗格被人搬空了，看来昨夜有外人潜入了这间屋子。上好的桂花酿，这股奇特的异香，不是酒味，绝非凡品。这酒有问题？酒没问题，但这里已经找不到更多线索了。不是还有一个人吗？去许潘府上看看。大人，青天大老爷呀，你可要为我家主人做主啊！是水鬼，是水鬼索命啊！昨夜子时，家主正在房内与小人核对账目，但突然一头浑身散发着恶臭、长满绿毛的水鬼破窗而入，他力大无穷，一把掐住家主的脖子，直往外拖。对，属下们听到惨叫赶来阻拦，还被那水鬼打成了重伤。水鬼把家主摔在池塘边，家主的后脑勺重重磕在石头上，然后就被生生拖进了水里啊！哼，水鬼杀人，编故事也得编得像样点儿。世子大人，小人句句属实啊！昨夜家主被拖入水中时，还在拼命挣扎，水花溅得到处都是呢。挣扎？你再好好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具尸体，死者口鼻全无溺液，胸腔也未见任何膨胀的痕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落水之前就已经停止了呼吸，或者完全失去了意识。一个死人怎么在冰水里拼命挣扎？这可能是昨夜风雪太大，天色太黑，小人眼花看错了。你刚才信誓旦旦地说，死者是被水鬼摔在这里，后脑勺磕到了这块石头。是的，小人看得真切。荒谬！昨夜暴雪，这院子里的石头全都被积雪覆盖，唯独这块带血的石头孤零零地露在外面。更可笑的是，这石头周围的积雪明显被人为的刨过，比别处浅了一大截。难道水鬼还要好心帮你们扫雪吗？果然有刻意伪造现场的痕迹。这可能是下人们今早打扫时不小心。马管家，这么冷的天，你怎么流了这么多汗呢？是心虚，还是害怕事情败露？小人没有撒谎。许夫人，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你身上这件娇嫩的粉色棉裙，配上这条粗糙的灰色粗布围巾，极其突兀吗？正常的女子围巾多为鲜艳丝质，且配有花纹，而你这个无花无棍地粗糙，分明是男子的物品。而且这颜色正好与马管家身上的黑袍十分般配啊！世子大人，你莫要坏了夫人名节！滚开！许夫人，你在掩盖什么？我猜你的脖子上正留着一道致命的勒痕吧？没有，你胡说！是不是胡说？看看就知道了。不是的。青黄，你闻闻，这味道和张在屋中桌布上残留的异香一模一样。这岳父和女婿背地里牵扯的秘密可不少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院子里的积雪很有意思？马管家和张云屋外的积雪被扫得干干净净，偏偏许潘屋外的雪却留着。马管家，你刚才说昨夜你和许潘在此处核对账目，水鬼破窗而出。是。马管家，你撒谎的本事可真不到家。天寒地冻，纸张受冷变得脆弱僵硬。若是真有水鬼从外面暴力破窗闯入，这窗框的木卡和碎纸必定是向屋内散落。
但这扇窗户的破损方向却是向外翻折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根本没有水鬼闯入，是有人在屋内由内向外砸碎了窗户，伪造了水鬼袭击的假象。马管家，你还在死撑吗？这是从张云的床底搜出来的，上面的血迹还没干透。我若没记错，这青瓷花瓶是你马管家房里的摆件吧？杀人之后，伪造现场，转移凶器。马管家，你把凶器藏在相好的床下，是怕别人查不到你们头上吗？还不从实招来！大人饶命啊！我全说。家主身体抱恙，半月前就与夫人分房而睡。昨夜家主突然来到我房中，撞破了我和夫人的私情，他发了疯一样要掐死夫人。我脖子上的勒痕就是被他掐出来的。小人情急之下，抓起花瓶砸在他后脑勺上，当场打死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我买同为护卫，独在伪装水鬼，伪造溺水假象。叶威龙，小心！这家伙的实力竟然恐怖如斯！怎么样，亲皇？我刚才帅不帅？是不是突然觉得嫁给我也不算亏？油嘴滑舌！张龙，把这群杀人犯全部押入死牢。案子破了，本世子的风头也出够了，回府睡觉喽。楼主，属下已按您的吩咐，查遍了张载的人际往来。张载暗阁里丢的东西，查清是什么了吗？回楼主，据查，张载生前负责工部水利修缮，他暗中记录了二皇子利用水利工程贪污巨款，豢养死尸的账目。那暗阁里消失的，极有可能就是这份致命的账本。岳父刚被谋杀，女婿当晚就死了。马管家偷情杀人不过是个拙劣的障眼法，真正在背后推波助澜拿走账本的，恐怕就是那位高高在上的二皇子。楼主，乌鸦阁势力庞大，我们是否要避其锋芒？二皇子，你想藏的东西，我偏要挖出来。二皇子，你想藏的东西，我偏要挖出来。你声称去给张载送酒，时间根本对不上。张载亥时便已弃，你子时去送酒，难道是给鬼喝的？我记错了，天权。记错了？那你这满手断裂的指甲也是意外。张藏书柜下的灰尘里，还留着你拐杖的戳痕。你偷窥他们私通，窗框抓痕就是铁证。借刀杀人，伪造水鬼，连环计玩得挺花呀！好一个天权死不死！陆琪，你没死！拜你和你那死鬼父亲所赐，当年你这毒妇一把大火烧毁了我的脸，如今我用尸温奇毒送你全家下地狱，天经地义。这就是张载那老狗藏在暗阁里的东西，你们自己看吧。退下。是，楼主。楼主，属下有要事禀报。说。您让彻查的护卫陆源有下落了。林家覆灭后，他改头换面，如今正藏身在城北20里的清源道观，化名做了一名侍登道人。哼，藏得倒挺深。楼主，这是属下从徐府命案现场角落里刮取到的一点残渣，请您过目。看来这案子背后的鱼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
10年前便被朝廷明令禁售的天启金茶，真是一份厚礼呀。楼主，这就是传说中能让人失温致幻、心脏骤停的天启金茶。没错，卢旭不过是个毁容的瘸子护卫，他哪来的门路弄到这种达官贵人都求之不得的禁药？楼主的意思是，有人在暗中给他递刀子。张在生性多疑，普通的毒药他怎么可能毫无防备地喝下去？只有这千金难夺天启金茶，才能让他放下戒心，自寻死路。据我所知，如今还在暗中倒卖天启金茶的，只有城南的紫兰轩。紫兰轩，那可是三皇子暗中扶持的产业。有意思，张在的账簿死死咬着二皇子，而杀人的毒药又牵扯出三皇子。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复仇，这是一场精心布置的连环杀局。幕后那只黑手是想让二皇子和三皇子狗咬狗，斗个你死我活。楼主，那我们该如何应对？要不要派人去盯紧紫兰渊？盯什么？既然有人费尽心机布了这盘大棋，那我们就来帮他添把火。楼主的吩咐是？你立刻找个机灵点的人，伪装成宫里出来办事的太监，明天一早把这块茶饼以神秘人的名义送到天泉司，亲手交给林清皇。楼主是想借林统领的手把这水彻底搅浑？清皇他现在正盯着那本账簿发愁呢，我这个做下属的总得给他指条明路不是？既然有人想布这盘大棋，那我就来掀了这个棋盘。天启49年冬至，白河县水患，二皇子携30万两赈灾银前往，期间30万两赈灾银离奇失踪，3日后又全数追回。天启49年冬至，林家无故支出白银30万两，时间、数额分毫不差。这绝对不是巧合。当年二皇子弄丢的赈灾银，是拿我林家的钱去填的窟窿。张载这个工部员外郎，当年就是白河县令，这本账簿就是林家灭门案的铁证。来人，提审卢俊。我要知道张载还留下了什么线索。副统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说。卢全他在大牢里咬舌自尽了。什么？卢玄已经死了，你若再敢隐瞒半个字，我就让你尝尝天泉司的72道酷刑。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全都说，求林统领饶命！当年那把火是我父亲指使我放的。张载为何要杀一个小小的护卫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父亲只说他马上要升迁去天启城，卢俊知道的太多，是个隐患，绝对不能有活口。他还知道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了。父亲是从来不告诉我，我只是一个棋子啊。林统领，刚才有个自称宫里当差的神秘人，在门口扔下这个包裹就跑了，说是里面有您一直想要找的线索。打开。这股香味，天启金茶，失温致幻，杀人于无形。卢七一个毁容的瘸子，根本买不起这等禁药。
有人在背后给他提供凶器。天启金茶，这东西不是10年前就禁了吗？禁了。城南紫兰轩暗中倒卖此茶，整个天启城的权贵心照不宣。赵胡，立刻集结天泉司所有人马，随我查抄紫兰轩。哟，青晃，大清早的动这么大肝火，这是要去哪儿抄家啊？带上我凑个热闹呗。你来的正好。你脑子转得快，帮我看看这笔账。30万两赈灾银失踪又找回，这中间到底藏着什么猫腻？哎呦呦，我的好统领，你可饶了我吧！本世子从小一看这些密麻麻的数字就犯困，比听和尚念经还头疼。有这闲工夫看账本，我还不如去浣纱楼听浅香姑娘弹曲儿呢。再说了，这么枯燥的活，哪有看我们林统领这帮俊俏的脸蛋来的有意思？你烂泥扶不上墙，我自己去查。赵虎，带人走。是。去查吧，把这潭水搅得越浑越好。陆源也是时候收网了。陆源，3年前的账该算了。启禀大皇子，林统领查封了紫兰轩，搜出大量金茶。陛下震怒，以下只罚三皇子面壁半月，东县之权也交由您接手。老二和老三这次算是栽了，这便是一石二鸟的好戏。高兴得太早了吧？紫兰轩售卖金茶的消息，可不是林青凤查出来的，而是宫内有人匿名送去了物证。宫内的人，你做了一石二鸟的局，却有人藏在暗处，利用你的局做了一石三鸟。这潭水比你想的深。敢在我背后坐收渔利，给我查！不管是谁，全拖出来！这位施主夜已深，为何擅闯道观？自然是为你而来，陆源。枷锁境巅峰，太弱了。哼！你不是废骨！3年前，你配合幕后之人陷害于我，现在告诉我那个人是谁？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哼，嘴硬，我喜欢。大皇子还是三皇子？你杀了我吧！不说没关系，你还有2条腿可以踩。我说是二皇子，是他逼我暗中引导你。林家覆灭后，也是他让我把部分产业转到你名下。哦，那6皇子呢？看来你背后土主子不少，该上路了。你答应不杀？杀了
西楚研制的妖人，正好拿你练练剑。畜生也敢放肆！闪！至此，侯爷有令，借你项上人头一用。要怪就怪你不该斩断吴家少爷的手臂，给我上！一群蝼蚁！世子，我错了，求求您饶我一条狗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错了就得死，求饶有什么用？哟，二叔还没睡呢，这是在缅怀好堂弟的手臂。无忌是你堂弟，你下手未免太狠毒了。就他那种废物，我没要他的命已经是心慈手软。二叔，你这临时侯爷的位子，趁早给我滚下来！小畜生，你别太嚣张！老东西，衔紧脖子等着吧。世子，你下狱这3年，侯府大权旁落，尤氏不仅霸占了侯府产业，连您名下那些原本属于林家的产业，也被他强行转移到了大少爷谢无厌的名下。连我的东西也敢吞，好一个尤氏！拓疆境巅峰，成了。站住！这里是侯爷夫人的私宅，闲杂人等滚开！瞎了你的狗眼！这是世子。什么世子不世子的？夫人有令，敢硬闯者，格杀勿论。挡我者，死！尤姐姐，听说那谢危楼出狱了，您可得当心些。一个玩世不恭的小子罢了，如今这镇西侯府早就没他的容身之地。夫人，不好了，提着刀杀进来了！快，叫所有护卫过来，把他给我乱棍打死！尤氏，本世子的东西，你也配拿？小畜生，你敢在这里撒野，给我杀了放开！二婶，交出所有的器具，否则今天这清雅院就是你的坟墓。交还是死？哼，拿出来！快去把匣子拿来！签字，盖章，立刻办手续。这清雅院原本就是我的产业，限你今晚滚出去，明日我来收房。
主人，陆源死了，清源道观的狼妖和蛇妖也全军覆没。无妨，陆源中了我的妖魂之毒，死前吐不出半点关于我的底细。东谢大会即将开启，让那些妖师去雪狼谷抓些高阶修士，用修士练出的妖人，才配得上这场夺嫡的大戏。世子，行商司那边若是有游氏的眼线，卡着不给更产权怎么办？行商司若敢阻拦，我就以天泉司补司的身份进去查查他们贪污受贿的底子，我看谁敢不要命。拿回产业只是第一步，大皇子、二皇子，还有藏在暗处的毒蛇，该受的账，这才刚刚开始。青花，看看本世子给你准备了什么好东西。没兴趣。这可是林家原本的产业器具，如今也该物归原主了。我已经逼那尤氏在上面全画了押。既然是你费力夺回来的，都送你了。本世子何许人也，缺你这点产业？再说了，我若是真吃下，这林家覆灭的黑锅可就死死扣我背上了。到时候被万人唾弃，我还怎么与你花前月下，洞房花烛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更何况，你迟早是我的人，这些产业以后自然也是我的。你少在这里油嘴滑舌！我查了无涯阁和张在的账簿，林家覆灭前二皇子去过，那30万两级可能是同一批。而且林家出事那晚，无涯阁的死士曾暗中出动过。看来二皇子嫌疑最大。没这么简单，昨晚大皇子在城外的私炮房炸了，二皇子的无涯阁也遭遇血洗，但这几位皇子之外，还有一人需要留意。谁？六皇子颜无故，他平日里太低调了，低调的有些反常。林统领，大统领那边传来消息，3天后的东猎大会将在雪狼谷举行，上面让1殿和2殿自行争取防卫任务。给1殿，2殿不参与。这东寿大会是大皇子接手的烂摊子，里面水深得很，我们不去趟浑水。属下明白。世子，大皇子想请你去府上喝杯酒，不知可有时间？沈统领亲自送来的请帖，我怎敢不接？天泉寺内暗流涌动，世子若遇麻烦，可随时找我。多谢沈统领关照，我这就去讨杯酒喝。大皇子，既然你想玩，本世子就陪你好好玩玩。谢兄，如何？这几个舞姬可还入得了你的眼？大皇子果然是此中老手，本世曾佩服。谢兄，我听到些宫里的风声，父皇似乎有意让你成为长公主的驸马。不可能！那女人多凶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要是娶了她，还能活几天？谢兄莫慌，其实今日请你来，是有一桩大买卖。你二叔谢苍玄与3皇子走极近，甚至你家老爷子闭关暴毙之事，都与他脱不了干系。大皇子的意思是，你我联手，我助你除掉谢苍玄，夺回镇西侯之位。这不瞒大皇子，我最近手头实在紧得很。尤氏那毒妇把府里产业全吞了，我连逛青楼都没钱。哈哈哈哈，钱算什么问题？谢兄，看上什么随便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多谢大皇子慷慨，我这就回去等你的好消息。这严君临竟然用长公主赐婚来试探我。3年前我被算计看到颜如玉洗澡，现在看来，始作俑者绝对是他。真晦气，手气太差了。
居然输了个精光。杀了他！装疯卖傻的东西，去死吧！怎么可能？这到底是什么修为？灰飞烟灭。三皇子派来的狗，也不过如此。找死！3年前的那件事，你是被大皇子算计的。谢魏楼，大半夜你不去青楼，在这里发什么疯？清华，镇西侯府的人不让我回家。进来吧，今晚暂且收留你。这女人的功法极其霸道，强行开辟丹田，怕是撑不了多久。逞强的女人。谢魏楼，清华，你昨晚果然悄悄溜进被窝了，难怪我感觉这么暖和。你找死！清华，你这也太无情了吧！世子，大皇子让我传话，昨晚袭杀你的是三皇子的人。好胆！三皇子竟敢杀本世子！大统领，你快转告大皇子，让他立刻做掉三皇子！我镇西侯府全力支持他当皇帝。世子慎言，这等话岂能大声喧哗？懂了懂了，我静待大皇子假音。林统领，太仆寺少卿董耀之子董恒纵马撞死太仆寺马夫，又带人打死其父。此案先后经过京兆府、大理寺，都没人敢结案，今早被送到了我们这儿。太仆寺少卿背靠三皇子，这案子是大皇子故意送来试探我们。这案子，本世子接了。张龙，立刻传唤董恒，本世子倒要看看三皇子的狗骨头到底有多硬。这位大人，我家董少爷身体抱恙，不能见风，这案子我们哥俩替他顶了，您就随便走个过场吧。这是我们董少爷孝敬各位大人的，拿着喝酒去吧。代替受审，还当堂行贿。按大夏律法，杀人偿命，当堂贿赂罪加一等。张龙，给我斩了！遵命。你敢？我家老爷是太仆寺少卿。张龙，带人随本世子去董府，直接拿人。太仆寺少卿府邸，岂容你们这群鹰犬撒野！立刻滚！天泉寺办案者，杀无赦。
你们滥杀无辜！我杀的都是该死之人。哪个没长眼的狗东西！放肆！我爹是董耀，我是三皇子的人，你们敢动我？去告诉你家老爷，带1000两银子来天泉寺广场收尸。你杀了我，三皇子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我爹马上就带人来了，你不能杀我！斩！儿啊！哦，你为何不等等？我已派人去请三皇子了。董大人，本世子也没办法，这案子是大皇子亲自递交到天泉司的，大统领也是大皇子的人，他们下死命令要速斩。我一个空有虚名的世子，哪拦得住？你这笔账得算在大皇子头上。这是董府的赔命钱，拿着好好生活吧。多谢青天老爷，这是我爹死前藏起来的，里面记了太卜寺倒卖战马的秘密。大皇子，这可是我冒着得罪三皇子的风险，从董河案里挖出来的铁证，里面全是三堂子和董耀倒卖战马的私账。好，太好了，有了这东西，我看老三这次还不死无葬身地。昨晚三皇子派人刺杀我，此仇不报非君子。这把刀我交给你了，还望大皇子替我狠狠地办他。哈哈，谢兄放心，你这投名状，本皇子收下了，你的大仇我定替你报。那我就不打扰大皇子谋划了，告辞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狗咬狗的戏码终于要开场了。等你多时了。大皇子，你的大礼我帮你备好了。好胆！偷东西竟敢偷到本皇子府上，真是不知死活！给我拿下！脱将军后期的全套！老三好狠的心，真敢杀我夺帐！今日你休想活着出去！哪来的狂徒，敢在皇子府撒野？别追！他手上的拳头是老三的人，再想我死，立刻去老三府上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备车！我要即刻进宫面圣，交出账簿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既然要栽赃，那就彻底把水搅浑。盗藏境出气的妖气，够你们猜一阵子。严君临这疯狗，我还没去抢账本，他竟敢先派人杀上门来！
保护殿下！上！道藏境的妖修，君临居然勾结妖族！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！就这点本事！死吧！休生殿下，有些事做不得。老朽来此，只是替大皇子给三殿下一个提醒。刚才那会跑人用的到底是什么手段？殿下，是妖气！大皇子竟然动用了妖族强者来暗杀您！严君临，既做初一，就别怪我做十五！我严无尘与你不死不降！大皇子和三皇子这局不死不休的死期已经下定，接下来的猎物就是那只会躲在暗处咬人的狗——六皇子严无帝了。哟，这不是我家青晃吗？大雪天的，还在街上溜达，是在找我，对我牵肠挂肚了吗？天泉寺执行公务，世子请自重。你这满身脂粉气，又去哪家青楼鬼混了？本世子不过是体恤京城教坊司的姑娘们天寒地陡，去送些温暖罢了。青晃若是吃醋，我今晚就跟你回林府，只温暖你一人如何？世子威武！你若嫌命长，我不介意现在就帮侯爷清理门户。别，动不动就拔剑，以后谁敢娶你？少废话，后日就是东谢大会，明日一早天泉司必须赶往雪狼谷布防。你既挂着补司的腰牌，明日准时驻场，别拖后腿。东猎大会，好戏要开场了。身法倒是长进了不少。谢荒楼，你伤我弟弟，辱我父母，今日这笔账，我谢无恙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哼，我当是谁在这乱吠？原来是二叔家的大少爷。在天启城学了几年三脚猫的功夫，就敢回侯府耀武扬威了。你跟你那废物弟弟一样，不过是个只配在戏台上翻跟子的跳梁小丑罢了。闭嘴！你一个连丹田都废了的草包，凭什么霸占世子之位？这侯府早晚是我谢武皇的！
世子之位，就凭你这几声干脑，谢无萧，侯府还轮不到你一条旁支的狗来放肆。我要把你大卸八块！想死，我成全你。怎么可能？在天启城学了几年，就学了点切菜的功夫。既然你急着找死，我现在就废了你的气海。世子息怒，东烈大会明日便要开启，若此时废了他，二爷定会狗急逃强，对您接下来的全盘计划不利。算你运气好，带着你的破铜烂铁滚！谢威龙，这笔账，东寿大会上，我会让你拿命来填！殿下，今夜袭杀严武臣，老奴并未遮掩身份，对方定然认出我来。本皇子今夜也遭遇了袭杀，我站着理。问题在于，随后袭击严团臣的那名神秘强者，绝非泛泛之辈，那人出手极为凶厉，而且老奴隐约察觉到他身上带着妖气。妖气？老六平时就对妖物极感兴趣，难道是他？极有可能。此时冒出一个带妖气的强者痛下杀手，显然是想拉殿下的罪名。这是一招极其狠毒的借刀杀人的。好一个坐山观虎斗，想拿本皇子当刀使，某人也不怕把自己给淹死。殿下，东烈大会即将开始，这可是个大好机会。既然有人想把水搅浑，我们不妨将计就计。不管是谁在暗中捣鬼，东系大会上，我必让他付出代价。废物，我还以为你怕死，连侯府的门都不敢出。大清早的，哪儿来的野狗在乱吠？真是扰人清梦。世子，此去雪狼谷凶险莫测，各方势力眼线众多，可需老奴暗中随行保护。不用，雪狼谷是个杀人的好地方，有人不知死活，理当成全。你留在侯府，替我盯紧我那好二叔。老奴遵命。谢威龙，此去雪狼谷路途遥远，你若乖乖跟在队伍后面摇尾乞怜，我兴许还能赏你口饭吃。若是离了侯府的庇护，你这废人怕是连城门都走不到。庇护？就凭你这几根烂番薯臭鸟蛋？哼！找死！都给本世子听好了，本世子嫌你们这群人太晦气，今日就不与你们同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有种！我倒要看看你孤家寡人一个怎么去雪狼谷送死！
等到了雪狼谷，我看谁还能保得住你。你不随镇西侯府的队伍走？我那堂兄恨不得活剥了我，我若跟着他们，怕是半路就被埋了。所以你打算去抱大皇子的大腿？也对，凭你这毫无修为的废物，一个人去雪狼谷必死无疑。林统领这么关心我，特意跑来提醒，莫非是舍不得未来君去送死？闭嘴！狗嘴里吐出象牙！我不管你打什么算盘，此去雪狼谷，当心天泉司仪殿的人按下黑手。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真是个嘴硬心软的丫头。谢兄，见过大皇子。哎，你我兄弟，何须多礼？走，上我的辇车。走吧，该去北境会会那些牛鬼蛇神了。谢兄，昨日听闻你镇西侯府也出了点乱子。别提了，我那二叔一家鸠占鹊巢，把持着侯府产业，连点喝花酒的银子都不肯给我。殿下，您以后若登临大宝，可得给我留个油水熟的肥差呀。谢兄放心，有我一口肉吃，绝少不了你的汤。对了，昨夜本皇子府上遭了刺客。谁这么大胆？殿下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镇西侯府全力支持您。谁敢动您，我让我爷爷从棺材里爬出来弄死他！哈哈哈哈！谢兄真乃性情中人。来，喝茶，喝茶，喝茶。参见大皇子。穆将军镇守边关，劳苦功高，免礼。真正的猎场到了。有意思，这小丫头可不像表面那么天真。
公主驾到！来，战！这位气质不凡，倒是未曾见过。今天见李浩然，见过世子。国师高徒果然气度不。雪狼谷分3区，丙区在外无妖兽，乙区为狩猎主场，甲区凶险，绝不可踏足。3年前妖族南下被诛于此，妖气已残留导致中妖兽异变。滴血入牌，猎杀妖兽数量与实力自动记录，此牌仅计数，不追踪行踪。这玉质不错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世子说笑了，此物会后续收回。谢兄，明日我派高手暗中护你，务必小心。有劳殿下费心。好好珍惜今日的时光。傻叉！谢世子，三公主殿下有请。没兴趣，本世子困了。董事大会现在开始，出发！想杀我的人多了，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